Hello，各位好，我是 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进行一场极度深度的地缘政治拆解。我们将会把目光锁定在全球最高学府之一，也就是牛津大学辩论社的一场世纪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命题非常直接，甚至带有强烈的争议性。这个命题就是以色列是否比伊朗对中东区域稳定构成更大的威胁。我们今天不站任何立场，阿修我会带领大家纯粹从战略逻辑、历史数据与地缘政治的客观角度，把正反双方的论点放在天平的两端，进行一次最冷静、最理性的逻辑剖析。这不只是一场关于中东的学术讨论，这其实牵动了全球的经济命脉与未来的世界格局。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切入核心。今天的深度拆解，我已经帮大家梳理成5个明确的逻辑区块。第一，我们会探讨中东威胁的本质；第二，剖析以色列的军事战略；第三，解构伊朗庞大的代理人网络；第四，对比双方截然不同的战略逻辑；最后第5点，我们要把眼光放远，预判未来的地缘政治走向。这个结构会非常清晰，帮助我们精准衡量这座沉重的地缘政治天平。重点来咯，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中东威胁的本质，也就是彻底解构这场辩论的核心前提。要真正理解这场世纪辩论的精髓，我们必须先搞懂双方对于区域稳定这个词汇的定义。在国际关系的残酷角力场上，稳定性其实并不是由谁能停止战争来衡量的，而是由谁发动了更多战争，谁破坏了现有的权力平衡来决定的。这正是正方论点的核心火力所在。他们认为，评估一个国家的威胁程度，绝对不能只听他们的外交辞令，而是要严格检视他们长期的实际行动轨迹。辩论中有一段非常精彩而且发人深省的比喻，完美诠释了西方国家在判断地缘政治时最常犯下的致命错误。大家想象一个场景，有一位顾客走进纽约曼哈顿的一家伊朗餐厅，他一坐下就大喊：“这里太热了，快开冷气！”服务生点头照做了。5分钟后，这位顾客又喊：“太冷了，把冷气关掉！”服务生依然照做。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次，顾客还是不断地抱怨温度不对。旁边的客人看不下去，问服务生为什么还能保持微笑与冷静。服务生无奈地回答：“其实我们餐厅根本就没有装冷气，冷与热完全只存在于那位顾客的幻想之中。”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西方大国的政治决策往往建立在自己主观投射的幻觉上，进而引发了无数不必要的冲突。这就如同当年拿破仑在西元1812年率领60万大军远征俄罗斯，他脑海中幻想着能轻易征服莫斯科，结果却因为完全不了解当地残酷的气候与战略纵深，导致近50万名士兵战死或失踪。这段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基于幻觉的战略决策往往就是灾难的开端。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进入第2部分，以色列的军事战略。这到底是一场为了生存的无奈防御，还是精心策划的领土扩张？我们现在把分析的焦点完全转向辩论的正方。正方学者强烈主张，以色列的军事教条本身就是整个中东区域动荡的超级催化剂。他们认为，以色列早就不是一个纯粹处于被动防御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借由不断挑起边境冲突来维持自身战略利益的强势实体。我们顺着历史的时间轴来拆解正方的这个严厉指控。西元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这场建国运动直接导致了近10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成为长达数十年的地缘政治未爆弹。接着到了西元1967年的6日战争，以色列在军事上大获全胜，并顺势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西奈半岛与戈兰高地，大幅扩张了实质控制的领土。时间推进到西元1981年，以色列更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先发制人打击，直接出动战机轰炸了伊拉克正在建设的核能设施。而时间拉到近期的西元2025年，正方严厉指出，以色列在加沙走廊多次片面违反了国际斡旋的停火协议。正方透过这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轨迹，试图向我们证明一个核心观点：
以色列在实际行为上表现的就像一个不断寻求扩张、蚕食周边领土的殖民国家，而这早就超越了单纯为了生存的合理范畴。辩论中有一句非常震撼的陈述，我一字不漏地念给大家听：以色列是一个驻军国家，它的外交政策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极度依赖冲突。这句话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呢？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正方认为，以色列高层其实会刻意打破黎巴嫩或加萨的停火现状，因为他们在内部政治与外部战略上都需要维持一种国家生存随时受到威胁的极端幻觉。大家想想看，只有在冲突持续的状态下，以色列才能确保国内民众的绝对团结，同时确保来自西方盟友源源不绝的先进军备支援与巨额供给流入。对这个驻军国家而言，真正的长久和平与区域稳定，反而会削弱他们在国际社会与盟友面前的谈判筹码。为了强力支撑这个论点，正方提出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忽视的庞大数字：800。这个惊人的数字代表着以色列涉嫌无视或拒绝执行的联合国决议数量，高达800项由国际社会共同达成的决议被以色列政府直接搁置。正方将这个数据解读为以色列彻底不尊重国际法与多边体系，并且将这种长期蔑视国际规范的行为视为以色列正在暗中追求从尼罗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也就是所谓大以色列扩张愿景的铁证。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常规军事行动，以色列在核武扩散与国际情报领域的强硬手段也受到了极度严格的检视。历史资料显示，以色列在法国的暗中技术协助下，透过建设迪莫纳反应炉，取得了未经国际公开承认的核武能力。这个不受监督的举动，直接引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核武恐慌与军备竞赛。更让国际社会震惊的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强纳森·珀拉的间谍案。珀拉德是一美国海军的情报分析师，他被查出长期向以色列泄露了大量的美国最高国家机密。正方犀利地利用这个案例来强调一个论点：以色列为了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与利益，甚至不惜背叛、渗透他们在世界上最亲密的美国盟友。这清楚说明了以色列的战略地子里没有底线，他们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打破任何既定的游戏规则，对吧？我们继续聊下去，进入第3部分，伊朗的代理人网络。这是一个真正跨越国界、持续运转的混乱引擎。现在，我们要将地缘政治天平的另一端重重地放上来。反方的论述焦点完全且精准地集中在伊朗身上。反方学者强烈反击，认为伊朗才是一个系统性的跨越主权国界，并且持续制造结构性动荡的核心威胁。如果说以色列动用武力是为了确保区域优势与国家生存，那么伊朗的国家大战略根本就是为了彻底颠覆中东现有的所有秩序。我们一样从历史的长河中来拆解伊朗的行为模式。一切的战略转捩点都发生在西元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伊朗的国家战略 DNA。从那一刻起，他们开始将向全世界输出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视为最神圣的国家使命。到了西元1980年代，伊朗在幕后一手策划、出资并建立了黎巴嫩真主党。西元2011年，伊朗更是无视国际反对，大规模军事介入了叙利亚内战。而到了西元2023年，伊朗更在背后提供武器与情报，支持了胡塞武装在红海海域的袭击行动。这是一条布局深远且非常清晰的跨国干预时间线。反方在辩论中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由伊朗在背后撑腰的流氓画廊。我们把这套非对称作战的地缘网络在脑海中展开来。在黎巴嫩，他们扶植了真主党；在也门，他们武装了胡塞叛军；在加萨走廊，他们惊援了哈马斯。伊朗透过这个庞大的代理人网络，对整个区域造成了什么毁灭性的影响？在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与政治力量甚至超越了正规军，直接掏空了国家机构，让曾经繁华的黎巴嫩沦为一个几乎失能的失败国家。在叙利亚，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介入与无底线的支持，导致了叙利亚国家的彻底破碎。
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约50万叙利亚平民的丧生。而在加萨，哈马斯的高度武装化与激进化，最终引爆了震惊全球的10月7日残酷战争。这绝对是一套充满极致毁灭性的战略网络。关于这个代理人网络的破坏力，这里还有另一个极度关键的数据：400。反方明确指出，由伊朗在背后提供飞弹技术与资金撑腰的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对国际商船发动了超过400次的飞弹与自杀式无人机攻击。大家要知道，这些攻击的目标早就已经不仅仅是敌对阵营的军事设施，更是严重威胁了全球的海上贸易命脉。这400多次的攻击，导致全球高达20%的原油运输与货柜航线受到严重的干扰与瘫痪。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伊朗的威胁早就已经超越了中东区域冲突的范畴，它现在是直接把手伸进了全球供应链，冲击了全世界的经济稳定。更有甚者，伊朗革命卫队的暗黑影响力早就跨出了中东地区。反方详细列举了伊朗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行动。在乌俄战争中，伊朗向俄罗斯军方提供了大量的见证者自杀无人机，直接介入了欧洲大陆的战局。此外，他们更多次针对海外的异议人士发布跨国追杀令，例如著名的《魔鬼诗篇》作者萨尔曼·鲁希迪遇刺案，以及在美国纽约屡次遭到伊朗情报特工暗杀与绑架威胁的女权运动家马西·阿林加德。而在国内，伊朗政权更是在西元2022年以极度残酷的军警手段，无情地血腥镇压了由女性领导呼吁自由的内部抗议活动。这一连串对内残暴、对外扩张的行为，完美证明了伊朗的威胁是全方位、深入骨髓且完全不分国界的。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来到了第4部分。截然不同的战略逻辑，这是一场基于生存恐惧与激进意识形态的极端碰撞。我们刚才已经仔细听完了正方对以色列的指控，以及反方对伊朗的剖析。现在，身为专业的分析师，我们要进行更高层次的逻辑整合。这绝对不只是2个中东国家之间的传统军事冲突，这更是2种完全互不相容的地缘政治战略逻辑正在发生剧烈的历史性碰撞。我们必须把表面上死伤惨重的战斗数据拨开，去探究驱动这2个国家行为最深层的政治动力。反方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对比视角。他们将以色列立国基础的锡安主义与伊朗政权核心的法基赫的监护，也就是伊斯兰法学家治国的极端理念，进行了本质上的对照。其实，锡安主义无论在执行过程中造成了多大、多残酷的在地冲突，它的核心本质仍然是一个聚焦于本地、出于历史防御与生存焦虑的民族国家计划。它的终极目标是固守并保护一块特定的土地。但是，伊朗的法基赫理念则完全不同，它从骨子里就是一种跨国性的、具有强烈攻击性与扩张性的政治宗教纲领。它的最高目标是向全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这意味着只要这个政权存在一天，它就永远不可能安于现状。在分析这种严重的战略误判时，前英国首相东尼布莱尔的一句名言非常精准地命中了问题核心。他说，这是一个战术上的举动，却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在惨烈的两伊战争期间，为了防堵伊朗革命势力的扩张，选择全力提供武器与资金支持伊拉克独裁者海达山。然而，西方国家完全误判了伊朗政权在极端意识形态驱动下的韧性与抵抗意志。这句深刻的反思证明了，当西方的决策者因为完全不理解伊朗的深层神权逻辑而侵略做出短期决策时，往往会孕育出未来更长远、更难以收拾的巨大灾难。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周边邻国的实际反应，看出到底谁才是中东国家最高层心中那个真正的恐惧来源。我们回顾一下中东近代的外交板块重组。西元1979年，埃及顶住压力与以色列建交；西元1994年，约旦正式签署和平条约；再到西元2020年，具备历史破冰意义的亚伯拉罕协议。
而最关键、最真实的证据发生在西元2024年，当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飞弹与无人机时，包含了约旦与沙烏地阿拉伯在内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竟然主动升空战机，协助以色列拦截了伊朗的飞弹。这个具有深刻战略意义的军事举动，毫无疑问地向全世界证明了，在这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心中，谁才可以谈判，而谁又是那把真正悬在脖子上、随时会砍下来的存在性威胁。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进入最后的第5部分，未来的地缘政治走向。这是一场全球围堵与极端扩张的最终较量。我们已经把漫长的历史与复杂的现状彻底拆解完毕，现在我们必须把目光望向遥远的地平线。这场纽金辩论最终的重量其实是落在对未来的战略推演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行为模式与威胁逻辑，在长期的时间尺度下，到底会将中东甚至全世界带往何方？在谈论未来时，我们必须勇敢直视这个极度危险，甚至让人背脊发凉的数字：60%。这个数字代表着伊朗目前的核设施已经达到的铀浓缩浓度。这个60%彻底粉碎了原本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就是当年好不容易谈成的伊朗核子协议所规定的3.67%的严格限制。浓度达到60%，在物理学与军事战略上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距离制造出90%武器几何原料的技术门槛已经近在咫尺。大家试想一下那个恐怖的画面：一个拥有遍布全中东跨国代理人网络的极端政权，如果再加上核武这把绝对的保护伞，这绝对是整个国际社会与人类文明最深层的梦魇。在辩论的最后交锋中，反方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结构差异。他们深刻地指出，以色列尽管在军事扩张上有着备受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行为，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具备民主选举机制的国家。它的政府决策会面临数十万人民上街的抗议压力，它的领导人随时可能因为失去选票而被轮替。这代表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具备从内部自我修正路线的潜力，其暴力行为通常是受到特定事件触发的爆发性的偶发的。相反地，我们来看看伊朗。伊朗是一个被极端神权政治与武装到牙齿的革命卫队牢牢掌控的冻结国家。它的最高权力结构是永久性的、绝对不妥协的深层政府。这种集权结构使得它对外输出的系统性破坏行为几乎完全不可能透过任何内部的民主程序或和平抗议来踩刹车。这是一台没有刹车的疯狂战车。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层的逻辑剖析，我们回到了这个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两难问题：究竟是谁对区域甚至全球的稳定构成更大的长期威胁？我们冷静地总结这个地缘政治的终极困境。以色列的极端武力使用确实在一小块局部地区造成了令人心碎毁灭性的平民伤亡与人道悲剧，但其破坏的影响范围主要还是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领土争端内。然而，伊朗的极端革命输出战略则是一部不知疲倦、持续运转的跨国混乱引擎。它的终极目标是彻底颠覆整个区域的权力结构与世俗秩序。这其实是一场局部的毁灭与跨国的系统性崩溃之间无比痛苦且沉重的比较。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也就是国家对冲突的依赖、非对称的代理人战争，以及西方国家介入中东的严重局限性。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中东的稳定性是一道极度复杂的地缘政治难题。以色列的武力扩张源于区域生存焦虑与国内政治需求，而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则是跨国输出的动荡引擎。这是一场在地防御恐惧与跨国极端意识形态的极端碰撞。深刻理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底层逻辑，是我们看透未来国际局势发展的唯一解方。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喽，拜拜。